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英雄无敌7代。英雄无敌的历代作品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自从3代大火之后，紧随其后的4代由于经费问题与内核问题反响平平。好在5代及时的选择向3代靠拢，将这一系列又重新拉回正轨。到了6代，不出意外的步子又迈大了，又扯着蛋了。7代在吸取了6代教训之后，游戏性上再次与3代、5代靠拢，只不过这次时间已经来到了2015年，大人时代变了。当初英雄无敌7代发售后的反响甚至还不如当初的4代，除了玩家结构的改变之外，游戏的自身质量也是非常致命。由于时间来到了2015年，游戏技术突飞猛进，几乎是原地踏步的英雄无敌系列再也没有了当初3代、5代刚一问世时的那种惊艳感。英雄无敌系列有一个永远无法摆脱的梦魇，那就是经费。比如英雄无敌3代的后期版本，整个英雄无敌4代，甚至英雄无敌5代也面临着经费不够的情况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一开始育碧也是想好好做一下的，于是英雄无敌6代就横空出世了，然后不出意外的出事了。事实证明，原地踏步早晚会死，步子迈大立刻暴毙。6代之后，育碧是彻底躺平了。在此之后的英雄无敌7代更像是被频繁催更出来的产物。英雄无敌7代的经费也是历代当中最寒酸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给你100个大耳怪，你去把那个水晶龙给我干掉。那么英雄无敌7代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水晶龙肯定是干不掉了，我找来了一条赤龙，都是红的，凑合来吧。可以说英雄无敌7代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是源自于经费不够。UP 主对7代的评价就是它是充分吸收了3代、5代优点的6代孪生兄弟。单看游戏画面的话，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，当然是不如6代的。英雄无敌6代你笑话它什么都行，你就是不能笑话它的画质。7代的战役关卡做的是比较精美的，但是如果你开一把随机地图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劣质。画面表现上和战役里面不能说差不多吧，也只能说是100G mod 版本的老滚5和原版老滚5的区别。模型方面也是把很多6代的模型直接拿过来用，6代、7代的元素长得基本是完全一样。看了这么多之后，我想有一些观众也会说，这个画质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不要着急，既然是客观的评价，咱们得把7代所有的缺点都给大家展示出来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7代的森林城。我知道大家想说什么啊，这他妈还不如3代。不仅没有了像5代那样的 3D 城镇效果，而且整张图也是满满的夜游风。城镇画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根本找不到哪个建筑在什么地方。设计师表示，我早就替大家想好了，大家请看我的建筑画面。经费不够呀，大家包涵一点吧。咱们就以这个马厩为例，你把它造出来之后，你都不好找它在哪里。兵种的招募页面像5代那样的 3D 效果，你也是不要再想了。兵种招募界面是这样的，你别说5代了，连3代、4代都不如。做视频最重要的就是客观。尽管7代是我除了3代之外玩的时间最长的，但是缺点咱该说还得说。英雄无敌7代有3个非常大的缺点，一是城镇还有建筑栏、兵种栏，二是海量的 bug， 三基本上无时无刻不在透露出一种廉价感。好了，说完了缺点，咱们来说一下它的优点。英雄无敌7代的内核，我觉得是历代里面最完善的，甚至可以说它把3、4、5代的各种优点都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。7代也是有像4代那样的双升级模式的，不过这仅局限于高级兵，低级兵则是主要体现在产量建筑上，不会出现像4代那样一个城镇8种兵，你只能买5种。除此之外，4代的总督系统也保留下来了，并且更加人性化的可以让玩家手动的任命总督。比如我们刚刚买的英雄，它的特长就是你每周的束腰增加10个。5代里面特长英雄带着特长兵种的惯例也保留下来了，并且英雄也是终于可以裸奔了，交接的时候也不用单独的分出一个单位。3代操蛋的养步机制也被去除了，可以说基本上是3代、4代、5代的糟粕他没有学到，他把优点都给抄过来了。然后是英雄无敌7代我最满意的地方，英雄的技能轮。7代的英雄升级，你终于不用再怕他的技能数偏了，并且这个技能轮比5代的要简单，比3代、4代的要复杂，在保证特点的同时也尽可能的简单。针对一个英雄的技能数，你能开发出好几种不同的打法，并且7代也是战士型英雄的狂欢。英雄无敌在7代也终于不再是魔法无敌了。
一个技能盘有10项技能，不同的职业技能盘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派系有6种职业，也就是说有6种不同的技能盘，每个技能盘都有3个技能可以学到最高级，同时有3个技能可以学到高级，有4个技能只能学到中级。你像这个技能轮里面没有出现光明系魔法，然后有可能另一个英雄他的技能轮里面没有土系魔法。像咱们森林战役的主角，他是一个纯粹的战士，他的气系和土系只能学到中级，像这种情况就直接走战士路线就好了。然后比如咱们队伍里面的法师，他的技能轮里面连进攻和防御都没有，所以说这个英雄基本就是走法师路线。并且英雄无敌7代每一个派系都有他们独特的种族技能，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和战士系挂钩的，玩法爷的话是没有必要学。这样如果本期视频数据不错的话，我在派系介绍完结之后给大家讲一下7代的技能轮系统。不过我感觉以7代的知名度来说，数据不会太好。派系介绍视频实际上非常的麻烦，制作不易，非常希望大家一键3连呀。除了技能轮系统之外，想必大家还有一个非常想知道的问题。放心，7代的优化还是不错的，它过回合的时间非常的快。除此之外，4代、5代的篷车系统也被7代继承了。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7代的魔法系统。7代除了3代的气土水火之外，还加了光明、黑暗与原力，这样就有7个魔法派系了。并且在你建设魔法塔的时候，可以给魔法塔选择一个次要派系。就比如森林是偏土的，所以说它每级魔法塔都会有一个土系魔法，建设的时候会让你选择一个次要派系。我选择了原力，所以说它也都有原力魔法。接下来就到了专业对口环节了。7代的城防我也是非常的满意，除了城墙、城门、护城河和箭塔之外，他们甚至还有城镇驻军。依靠这些驻军和守城的英雄，外加少许守城兵种，就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守城战。建设了城堡之后，城镇的驻军像弓箭手都有100个，数量类似于战锤全战的补员系统，不会一天就满编。最后根据5代先导视频的惯例，我们来粗略的看一下7代的兵种。首先是学院，也就是塔楼，他们的1级兵是石像鬼。这个石像鬼比5代的还要变态，因为它直接魔法免疫，黑龙才能拥有的技能，这样一个学院的1级兵也有。不知道老痞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？由于经费原因，你是看不到他们的 3D 建模了。7代的制作组也是非常贴心的给每个兵种画了一张图，这个图没有照片的感觉，它完全就是游戏里面真实的模样。7代的石像鬼可以说是历代里面最帅的一个。同为1级兵的还有一个火精怪，它就是前作的丢丢，由于版权原因，它变成了一个小火龙。3级兵也是万年雷打不动的魔像。7代里面的魔像就比较像大家印象当中的那种了，依然也是非常的肉，非常的扎实。4级兵的灯神变成了小姐姐，5代的那个灯神造型过于放飞自我，7代的造型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是同为4级兵的法师，每个派系的1级兵和4级兵虽然都有2个，但是你可以同时建造。这一代法爷他不会施法了，但是他有2个技能，都是宝贵的 AOE， 你把它当成一个法师也行。造型方面，由于前面几个兵种都不是大型生物，所以说咱法爷加了个毯子，变成了大型兵。6级兵是罗刹，可以说历代的塔楼兵种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7代的技能也是走简单化路线，你基本见不到一个有4、5项技能的兵种了。造型方面非常的拉风。虽然从3代开始泰坦就被当成一个构造体，但是这个属性直到7代才终于时装。造型方面就有点平平无奇了，就是一个大号的魔像，依然也是不升级不会远程，升了级才会远程攻击。与泰坦2选1的是奥数鹰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兵种，在以后的派系介绍当中会详细介绍。墓园城的1级兵也是万年雷打不动的骷髅兵。7代的墓园整体上是偏弱的，招魂术也没有3代那么变态，但是在招魂术里面有可以提升骷髅兵和骷髅勇士战斗力的技能，所以说骷髅兵是历代里面最支棱的一个。然后幽灵一直被挖囊废的叫着，于是到了7代，他终于变成了一个1级兵。满意了吧？既然这样，强哥就没有出现在7代。3级兵是墓园的新增生物蜘蛛，可以毒性攻击，伤害非常爆炸。由于墓园的老规矩，它也不是一个远程兵，前3级兵全是近战。4级兵是尸巫，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是7代的尸巫是历代里面最烂的一个。尽管造型依然非常霸气，但是它的专属技能死亡之云没有了。虽然它的攻击可以降低目标周围的单位10点防御，但是呢依然没那味儿。
5级兵是6代才出现的新增兵种拉玛苏，它不应该叫拉玛苏，应该叫窝囊废才对。然后7代吸血鬼摇身一变变成了6级兵，可以说官方也在有意的削弱吸血鬼的影响力。吸血鬼的属性比大多数的6级兵要差一点，并且它还没有不受反击，整个人就废了，完全不可以和3代5代的前辈相比。但即使没有了不受反击，它的警戒特性也是比较好用的。英雄无敌7代多了侧击系统，在侧面攻击目标会提升 25% 的伤害，在背后攻击会提升 50%， 有这个技能还是比较好用的。然后7级兵还是老朋友鬼龙，墓园弱势的时候鬼龙都很强，墓园强势的时候他就是窝囊废。毫无疑问，这一代的鬼龙非常厉害。第二个顶级兵是黑旗，这也是玩家投票投出来的。英雄无敌7代除了侧击系统之外，它的士气和运气也非常的完善，运气值最高是50点，也就是说有 50% 的概率触发暴击。黑旗虽然没有致命一击的技能，但是它有 25% 的暴击率，同时它也有类似于5代斩首剑一样的技能，没有任何一个7级兵可以单挑干得过黑旗。造型也是非常的拉风，尽管鬼龙也是非常的支冷，但是在我的眼里，黑旗才是墓园真正的老大。城堡方面，1级兵枪兵重新上岗，2级兵依然也是神射手。这一代他不会双重射击了，但是他多了一个不受距离限制的技能，并且由于7代主角不再是神圣施救帝国，所以说3级兵就不再是施救，而是变成了恐狼。这个单位怎么说呢？他也有无限反击，完全是对标着施救来的。反正 UP 主是不喜欢这个兵种。4级兵依然也是僧侣和十字军，这一代的十字军也是换成了妹子形态，依然也是升了级之后获得双重攻击的能力。这一代的双击比任何一代都要变态，因为它的还击也是双击。另外它还有一个类似于5代蜥蜴撕咬的技能，同样也可以触发双重攻击。6级兵也是万年雷打不动的骑兵，这一代除了冲锋之外还多了一个暴击技能，也是和幸运值挂钩，初始有 10% 的概率，英雄的幸运值越高，这个概率就会越多。后期被骑士成群结队的冲一下，伤害也是非常恐怖。造型方面也是比较拉风。第一个7级兵是类似于2代圣武士一样的存在，不仅输出非常爆炸，而且在背景里面他们也是流淌着龙的血液，基本上就是人均抓根宝，并且他们还不吃心智，而且还是范围攻击，牌面和人气都给的足足的。那么与之相对的天使在7代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肉盾，招牌的复活技能也保留了，并且天使和相邻单位都免疫负面效果的影响。由于5代生物的生命值普遍都很高，所以说天使可以恢复250点生命，杀伤力方面也是近乎于恒定，就是这个造型是完全不能和5代的相比。7代通过投票，狼人也是重操旧业，重新上班。呼声很高的还有阴森女妖，造型虽不如5代，但是比3代4代的要好看不少，依然也是攻击后返回，外加不受反击。3级兵也是在5代量大管饱并且十分便宜的斗士。4级兵是半人马，他终于不再是个2级兵了，升了级之后他是全程射击，并且肉搏战杀伤力不减，是据点的主力输出之一。同为4级兵的还有飞龙，这一代终于是全体生物都能享受到血怒加成了。6级兵是7代的蜥蜴骑兵，只不过这个造型和5代的小有差别，7代真是老糊涂了，派个地精来当骑士。7级兵是独眼巨人，由于没有地精，所以说他不能吃地精，也不能投掷地精了。7代的独眼非常的肉，而且还有暴击，远程方面可以从眼里射出激光，伤害也非常的高，看上去不错，但是和另一个7级兵相比可就自愧不如了。经过玩家的不懈努力，比蒙终于也是回来了。7代的比蒙伤害依然非常的爆炸，攻击可以忽略敌方 50% 的防御，并且它还有类似于5代跳魔的技能，只不过这个技能没有任何的副作用，属于那种单看数值你就知道它不好惹的存在。造型方面也挑不出毛病，远远要比4代那个要好看不少。白毛似乎也是有意的往3代身上靠拢。到了森林这里，你终于不用再纠结花妖好看还是灵妖好看了，现在他们就是2个兵种，但在颜值上还是不能和5代的相比。3级兵大地也是老熟人了，他依然拥有双重射击技能。4级兵是德鲁伊，他和前面学院的法爷一样不能施法，但是有2个主动技能。然后是剑舞者，
7代的这个远远要比5代的那个制冷，不仅拥有范围性攻击，而且造型也是非常拉风。6级兵是独角兽的替代版本月鹿，战斗力还是那么的可靠，完全不用担心。7代的绿龙连翅膀也没有了，尽管没有了翅膀，但是自身的实力也是完全比3代的要厉害不少。尽管免疫土系魔法，但是7代的雷鸣爆弹不是土系，是原力，绿龙与金龙永远的痛。7代里面老树也变成了顶级兵，并且老树还是一个远程单位，而且全程射击，只有2个字能形容，那就是可靠。老树表示，我默默奉献了这么多代，就不能当个顶级兵享受享受吗？造型方面往那儿一站就知道是个顶级兵呀。另外要说的是，7代不同的派系、工程单位还有支援单位都是不同的，以后会详细介绍。地牢这边密探和潜行者也终于变成2个兵种了，造型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错，潜行者依然也是输出最爆炸的1级兵。然后洞穴人这辈子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有这么大的人气，当初兵种投票的时候，洞穴人是高票当选，自身实力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3级兵。7代的洞穴人可以挖洞直接掠过障碍物或者城墙，同时他们依然没有眼睛，免疫失明或者石化，升级后可能不像，但是没升级之前完全就是照着3代来的。4级兵也是高票当选，人气9高不下的美杜莎。同时为了和学院相对应，地牢也是有了自己的构造体单位。这个小别致长得真东西，但是呢战斗力确实不错，属于7代新增兵种里面设计的相当不错的一类。重头戏是牛头怪，它作为一个6级兵，在历代牛头怪里面是最制冷的一个。除了自身属性非常爆炸之外，它还有先制反击和不受反击，这俩技能外加这个属性摆在那里，这就是 UP 主心目当中最强的6级兵。7级兵依然也是黑龙，它也依然有魔法免疫，但是呢学院的石像鬼也有魔法免疫，这就显得黑龙的这个很掉价。7代的土系有很多种，黑龙的这个也非常好用，只不过造型方面就没有3代那么霸气了。然后9头怪贼心不死，也成了地牢的顶级兵。照理说以9头怪这个身份完全不可以和黑龙竞争，但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，所以说呢7代的9头怪非常厉害，因为这个玩意儿它可以吸血了。这样的话玩家就必须在黑龙和9头怪之间好好的权衡一下了。经过很多代的进化，9头怪也是终于把腿给进化没了。最后是矮人族，1级兵也是盾卫，2级兵由于鱼叉手过于没出息东西挖囊废，给换成了地鼠探子。3级兵是熊，没有骑士，对于 UP 主而言非常的失望。4级兵是女武神，也是7代的小火爹，不仅是个高速飞行兵，而且人家也有火盾。很多兵种咱们都是简单的看一下造型，等到派系介绍的时候再详细介绍。另一个4级兵是熔岩兽，5代人家是龙，到了7代就变成犀牛了。符文牧师也是更上一层楼，变成了6级兵。7代的火龙终于像个火龙了，而不是西红柿炒蛋龙。与火龙同为7级兵的还有转正的领主，造型方面就平平无奇了，甚至还没有5代的特点。野怪方面，7代的中立兵种非常的多，可以说如果经费够的话，瀛洲也是完全可以在7代登场的。河童和蜥蜴公都是1级兵，在阔别了整整3代之后，蜥蜴公也是终于抵达了他忠实的英雄无敌。在战役里面，城堡的3级兵有时候会换成施救，无论怎么看都比前面的恐狼要顺眼不少。同为3级兵的海盗，除了海战之外，人家也有双重攻击的技能。上古版本的食人比学院里面的家养食人要厉害不少。同样也是3级兵的暗影豹，有时候他也会以白虎的身份出现。老肉盾新兵种的黑卫，这属于7代的新增兵种。可能有朋友好奇7代的地狱去哪里了呢？7代的地狱没有了，因为地狱这个派系在英雄无敌6代就彻底灭国了。啥也不说了，请把有出息打在公屏上。尽管没有独立的城镇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野外兵种。这个悍魔在6代有登场，比较类似于3代的猪头，尽管生命值很低，但是它有像骑兵一样的冲锋，输出非常的爆炸。美人鱼也是老朋友了，由于没有了瀛洲，所以说也成了中立单位。接下来是奥数弓手，定位比较像5代的密剑手，但是输出没有人家爆炸。杰斯终于也是被开除了地下层级，变成了一个野外兵种，战斗力已经无法和牛头相提并论。
7代的各种元素和6代的几乎完全一样，造型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缺点，比较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。7代的火元素依然也是远程兵，而且还是 AOE 伤害，气元素依然很快，并且攻击后返回。火元素依然也是走得最慢，战斗力最扎实。水元素不会施法了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远程兵，属性非常的扎实，并且近战无限反击。6代的光灵变成了一个野外兵种，攻击会有一定概率使敌人致盲。最后是暗元素，攻击不受反击，并且传送移动。6代的元素包括魅魔都变成了6级兵，魅魔依然也会远程，而且还可以远程造成 AOE 伤害。他和猪头也是唯二的地狱幸存者了。有人说这不是还有火爹吗？他不是第3个吗？火爹表示你才是地狱，你全家都是地狱。加入地狱真的就是火爹3代里面做的最烂的决定。上古版本的泰坦巨人人称大佛，远程外加再生，非常的厉害。3代以后一直在家待业，到了7代终于上班的金龙，7代里面终于也不是挖难废了。接着也是顶级兵的火鸟，死后依然可以复活。最后是4代的新增兵种海怪。当 UP 主在做视频的时候，猛然间发现英雄无敌7代也是2015年的事情了，也就是说距今为止接近10年了。我们心心念念的8代似乎永远不会来了，略显伤感，但毫无办法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